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俄罗斯经济步入数十年来最深重危机，俄对外贸易额暴跌至苏联解体前夕水平。乌军 FP-2 无人机精确摧毁俄军无人机基地。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最新报告显示，克里姆林宫正面临近20年来最严重的系统性经济危机。据数据统计，2025年俄罗斯工业增长几乎陷入停滞。增速从之前的6%骤降至0.8%，制造业增速放缓尤为显著。俄罗斯铁路货运量已跌至16年来最低点，这标志着出口疲软与国内需求干涸的双重打击。私营企业的财务状况则更加惨烈。2025年联邦预算赤字高达630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的水平。尽管支出增速放缓，但政府总支出仍处于历史高位，这直接推高了通货膨胀，并加重了税收负担。情报部门直言，现在的俄罗斯正重演苏联后期的末路悲剧，只能通过疯狂借贷以掩盖早已腐朽的经济根基。虽然规模尚未达到90年代的崩溃程度，但俄罗斯也不可避免地步入经济动荡期。另外，据俄罗斯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俄罗斯出口总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8%，创下俄罗斯现代史上的绝对最低纪录。这一水平与1999年苏联解体前夕极其相似，当时的出口占比仅为18.2%。目前，俄欧贸易额已萎缩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尽管普京大肆宣传进口替代目标，承诺实现从药品、电脑到飞机的全部国产化，但卡内基研究员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宏大目标与其说是现实计划，不如说是克里姆林宫脱离实际的政治幻想。欧洲的制裁并非万能药，但正在对俄罗斯的生存基础产生显著的侵蚀影响。而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正运用新一代国产重型自杀式无人机实施精准清除。乌军第475独立突击团近期利用火点公司研发的 FP-2 无人机，对里夫诺皮蒂亚村的俄军无人机操作员基地发动了毁灭性打击。行动由鲨鱼侦察机率先锁定俄军卢比孔河部队的位置，随后吸血鬼无人机提供实时目标校准。FP-2 重型攻击机在夜间呼啸而至，直接将作为作战基地的居民建筑夷为平地。这款名为火点2的 FP-2 无人机是俄乌战场上的全新猎手，作为2025年投入实战的最新型号。它在保持200公里有效作战距离的同时，将弹头载荷提升到了惊人的105公斤。该系统支持自主操作或手动引导，能够攻击传统火炮难以打击的加固掩体和后勤枢纽。它的批量投入标志着乌军已具备在前线定点清除俄军技术骨干的能力，让敌方操作员在后方纵深也无处遁形。汇总今天的早报，莫斯科的经济底座正在滑向苏联式的深渊，其对外贸易的枯竭预示着战争经费的不可持续。而乌克兰不断进化的无人机技术正一寸一寸地剥离俄军在占领区的技术优势。各位又认为俄罗斯经济是否会彻底崩溃呢？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报道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板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